IMF 警告，中美如果真係脫歐嘅話，全世界只係會變得更加窮，冇一個真正贏家。報告又指出，世界商貿咧，如果碎片化嘅話，全球嘅 GDP 可能會長期大幅減少最少2%，好多國家更加會削減近5%嘅 GDP。華爾街最大嘅基金公司 BlackRock 同埋 Oaktree 分別都警告，全球化嘅結束咧，將會嚴重震盪呢個經濟。台積電嘅始創人張忠謀亦都話，全球化同埋自由貿易咧，基本上係近乎死亡，而且咧冇乜可能會翻轉頭。到而家為止，10個追蹤全球貿易嘅指標裏面，有6個咧仍然唔合格。經濟學家都話啦，呢個經濟復原嘅難度咧，比所有人想象嘅更加難。由08年嘅金融海嘯以嚟咧，世界貿易咧增長一直係低於呢個 GDP 嘅增長速度，亦都標誌住呢個所謂嘅 hyper globalization 啦，超級全球化嘅時代趨勢咧發生一個重大嘅逆轉，全世界嘅經濟咧正走向一個全新嘅環境。咁我哋投資者又有啲咩要注意呢？今集內容咧分3個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講脫歐同埋去全球化，而未來我哋又要面對啲乜嘢呢？至於去全球化對成個經濟同埋投資策略嘅影響又係點呢？喺我開始之前咧，記得 click 個 like 同埋訂閱啦。相信大家咧都對住呢個全球化咧係非常之熟悉噶啦。過去30年以嚟咧，全球各國嘅經濟活動同埋資源咧達到前所未有嘅深度交流。蘋果咧就係全球化嘅典型例子啦。產品製造過程涉及25個地方，188個供應商。呢個咁強大嘅蘋果供應鏈，由美國開始設計同埋研發嘅工作，去到零件技術啊、採購原料，伸延到去產品組件同埋佢嘅量產。佢嘅供應商咧嚟自世界各地，而最後咧蘋果又將佢嘅產品咧銷售到全球嘅市場。全球化咧即係形成一個互相依賴嘅全球網絡。簡單講句，即係更多嘅跨國企業、更多嘅國際貿易同埋更多嘅金融投資啦。喺 globalization 裏面，資本、勞動力、技術同埋知識咧變成一個全球共享咁嘅狀態。喺冷戰結束咗之後咧，世界進入呢個全球商貿嘅高峰期，即係我哋講嘅 hyper globalization 超級全球化。當然啦，呢個全球化裏面有贏家，亦都有輸家。全球化嘅經濟加速咗咧每一個國家之間嘅經濟合作同埋佢嘅增長，帶嚟咗更多嘅市場機會同埋技術進步。同時咧，亦都減少咗呢個貧窮。不過全球化最大嘅代價咧，就係 inequality 啦，不平等。全球化嘅資源亦都代表全球化嘅競爭。相信咧，你哋其實都可能感受到啊，因為呢個全球化嘅競爭咧，好多公司都將佢哋嘅 CS 啊，即係客戶服務啦，同埋 IT 咧 outsource 咗去一啲比較低成本嘅國家，例如印度。因為咧，人哋可以用更少嘅錢咧，做到你以前都做到嘅嘢。喺過去呢個全球化嘅30年裏面咧，世界上面最有錢嘅1%同埋0.1%嘅人咧，佢哋嘅收入就越嚟越多，佔全球收入咧有成30幾個%。不過最底層嘅50%嘅人嘅收入咧，冇喺呢個全球化裏面受惠。呢50%嘅人口佔全球嘅收入咧，淨係得7%。2020年咧就係 globalization 咧最大嘅轉捩點，一場嘅肺炎疫情令到咧全球供應鏈嘅問題咧暴露無遺，再加埋美國同埋中國嘅貿易緊張局勢，同埋俄烏戰爭咧，亦都增加咗呢個去全球化，甚至係脫歐嘅討論。BlackRock 嘅 CEO 同埋 Oaktree 咧就警告全球化咧可能會變成永久，嚴重改變呢個世界秩序。BlackRock 要求美國重新分析所有美國產業佢哋嘅製造同埋組裝嘅世界足跡。Oaktree 亦都直指歐洲過分依賴俄羅斯嘅能源同埋外判晶片製造啊，對歐洲經濟咧造成一個嚴重嘅問題。Oaktree 就話啦，喺疫情之後，最終咧呢啲咁嘅全球化嘅負面影響啦，逼到每一個國家都要加快咧翻去呢個本土經濟圈。但係本土呢兩隻字其實就未必係最平、最簡單同埋最環保。不過每一個國家嘅最安全同埋最可靠呢啲咁嘅諗法已經凌駕咗咧咁貴嘅本土成本。雖然全球化的確俾咗世界咧好多嘅增長，但係依家咧呢個地緣政治咧變成咗呢個公司同埋投資決策裏面咧最重要嘅考慮因素，亦都促成咗全球化放緩啦。Globalization 咧就唔係依家先開始嘅，呢度分咗3個階段咧去發生。第一個階段咧大約係2015年左右發生啦。當時越嚟越多人咧開始擔心，喂，你嘅嘢食同埋你嘅貨品咁平，咁我本地嗰啲農夫同埋本地嘅製造商咪唔夠你爭咯。加上好多難民潮嘅湧現啦，令到貿易保護主義咧開始抬頭。譬如英國嘅脫歐同埋中國美國咧打貿易戰。
同埋提高關稅等等。第二個階段咧就係 Covid 期間啦，即係2019至2020左右開始嘅。當呢個肺炎開始擴散去到全球嘅時候咧，所有嘅國家都喺度爭口罩、爭醫療手套、爭疫苗等等啊。平時呢啲嘢咧通常都係向特定某一啲國家買嘅，但係喺 Covid 期間啊，呢啲生產口罩嘅國家咧，連自己都唔夠用，所以好多國家咧當時要禁止呢個醫療用品咧出口。當時咧真係有錢咧都買唔到口罩，而呢個疫情咧亦都令到咧全世界嘅所有人類都見到呢個全球供應鏈咧其實係咁脆弱嘅。所以當時咧就多咗好多人喺度發聲啦，我要做 onshoring、reshoring、nearshoring， 總之就唔要全球化啦。而第三階段咧就係2022年2月嘅時候，俄烏戰爭開始，歐洲咧就發現佢哋對俄羅斯嘅能源咧過分依賴，所以咧佢哋就開始提呢個friendshoring 啦。friendshoring 咧簡單講句，即係每一個國家淨係想同自己嘅 friend 咧去打交道。譬如咧澳洲會優先同紐西蘭做貿易啦，因為佢哋嘅價值觀相近啦，地理位置又相近。咁 friendshoring 咧亦都可以解作一啲同盟國啊自己為威位咧去做呢個貿易。而喺呢個第三階段裏面咧有唔同嘅例子嘅，譬如咧日本、荷蘭、美國啦對中國實施唔同程度嘅半導體行業出口嘅限制，而美國亦都大力咁樣投資去增加翻咧佢哋本土嘅半導體嘅生產能力，或者去叫 Samsung 啊同埋台積電啦去美國嗰度咧設廠生產。而事實上貿易數字咧亦都反映咗全球貿易關係咧係非常之疲弱。同你哋一齊睇睇 Bloomberg 呢個貿易最重要嘅10個指標。喺船運指標裏面咧4個有2個係唔合格嘅。第一個係睇北美最繁忙嘅集裝箱港口啦，即係 Port of LA Cargo， 連續10個月咧係負增長。而喺今年1月之後咧，呢個數字更加差。另外睇一睇北亞洲最重要嘅轉口港，即係香港啦，同樣亦都係連續10個月嘅負增長。而喺2023年開始到依家，呢個數字都未有改善。5月咧下跌18%。至於呢個貿易情緒指標裏面，4個裏面咧亦都有2個唔合格。第一個指標睇一睇 IFO Pan-German Business Expectation 啦。IFO 咧就調查咗咧大約9000間嘅公司嘅商業預期，而得出嚟嘅評分咧係連續12個月咧已經係負增長，長期平均嘅情緒咧係98分，依家咧係跌到得返88分。第二個最重要嘅指標咧就係睇新加坡嘅電子採購經理人指數啦，已經連續12個月負值，呢個長期平均值應該係51.4分嘅，依家得返49.1分。而作為呢個國家出口量嘅指標咧，2個嘅指數咧全部都唔合格。南韓作為世界最主要嘅出口中心之一，所以咧佢嘅出口指數咧亦都係呢個貿易指標嚟嘅。南韓嘅出口咧已經連續9個月為負值㗎啦，2023年咧更加比9個月之前為差。而台灣作為呢個電子產品嘅關鍵供應鏈樞紐咧，佢嘅出口數字咧亦都係貿易指標之一。台灣嘅出口已經連續10個月下跌，2023年咧更加比前10個月咧為差。3至4月嘅平均出口咧更加跌咗18至25%。10個指標裏面有6個都唔合格，反映咧呢個全球貿易咧係非常之低迷。其他合格嘅4個指標咧就係包括新加坡嘅吞吐量啦、波羅的海幹散貨指數啦，以前我呢個影片有教過噶。另外仲有中國同埋美國嘅新出口數字。咁如果呢個脫歐真係發生，成個世界會變成點呢？根據美國銀行嘅數據啊，第一季嘅 S&P 500成分股嘅公司喺佢哋嘅 earning calls 裏面啊，提及呢個回流嘅次數咧，比去年同期大增128%，增幅遠高過提及呢個 AI 人工智能。GM 喺今年1月咧已經話啦，佢哋會投資7個 billion 喺美國建立4間工廠。Intel 亦都話自己投資咗12個 billion 嘅晶片工廠咧，會喺2024年咧喺美國開幕。而歐洲嘅公司亦都大力喺區內咧增加佢哋嘅生產力。Mercedes-Benz 最近亦都公布咗咧，佢哋將會喺波蘭建立佢哋首間專門生產電動貨車嘅工廠。BMW 咧亦都計劃喺匈牙利佢哋新起嘅廠裏面咧做埋呢個電動汽車電池嘅生產線。而喺亞洲方面，2022年咧Samsung 已經將部分嘅電話生產線咧轉翻去韓國嘅工廠。Sony 亦都打算咧，佢哋本身喺日本原有嘅半導體廠附近咧，再買地起多另外一間新廠，擴大翻自己日本本土嘅半導體生產能力。睇翻歷史上面，更平嘅勞動力同埋更好嘅技能嘅國家咧，往往會成為呢個世界嘅工廠。由日本、德國、韓國、中國去到今日啊，東南亞、印度等等嘅地方咧，亦都開始成為呢個新興嘅製造業國家。好多人就以為啦，根據呢一個歷史咧，全球咧又喺度繼續揾緊下一個
更加平、更加靚同正嘅超級工廠國家。我唔會否認咧，喺我哋可見嘅未來咧，仍然會發生揾到一個咧全世界嘅一個超級工廠嘅國家，因為好多已經發達嘅國家咧，佢哋工業生產相關嘅人才啦，同埋技術咧，其實佢哋嘅成本依家係極之貴嘅啦。但係對我嚟講，如果要好似歷史咁樣，由一個國家獨領成個世界，成為一個世界工廠嘅可能性咧，其實又未必咁大喎。因為喺呢個 AI 嘅幫助之下，長遠嘅未來裡面咧，我自己睇呢個發達嘅國家，可能因為 AI 而唔會再有一個咁高嘅生產成本，因為 AI 已經解決咗呢個人工成本同埋咧運輸基礎設施等等嘅成本問題。以前我哋就叫全球去共享生產資源，造成呢個成本效益，係咪？但係咧依家就變成 AI 咧會取代咗呢個成本效益啦。所以喺某程度上 AI 反而係幫助咗呢個世界咧某一啲國家去做呢個脫歐，因為佢哋令脫歐嘅成本咧低咗好多。所以好多人估計嘅脫歐所造成嘅負面影響咧，未必係我哋想象中有咁大。咁樣去全球化同埋脫歐啊，對成個經濟同埋投資策略裏面咧，意味住啲乜嘢咧？喺全球化嘅經濟裏面咧，最重要要睇 FDI 嘅流量，即是外國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咧簡單講句，即係一種跨境嘅投資啦。例如韓國嘅 Samsung 如果想喺越南起廠嘅話咧，佢就要整一間子公司 Samsung Electronics Vietnam 喺越南咧直接注資，將啲技術啊同埋人力搬去佢哋嗰個越南工廠裏面。當然啦，呢啲咁嘅外資公司亦都可以同本地其他嘅公司合資，或者咧直接收購一啲當地嘅公司咧做 FDI。咁 IMF 嘅報告咧就提供咗 FDI 最新嘅流量。喺 strategic sector 方面咧，佢哋嘅 FDI 嘅資金流向由第一階段咧，即係中美嘅貿易戰開始 ，FDI 喺歐洲同埋美國咧開始慢慢下跌，而喺 globalization 第二階段咧，即係 Covid 之後啦，喺歐洲、美國、中國同埋亞洲咧嘅 FDI 咧都一齊下跌。去到第三個 globalization 嘅階段啦，即係烏克蘭戰爭之後啦，美國同亞洲嘅 FDI 咧都有上升，而歐洲同埋中國咧就向下。如果單單淨係睇半導體嘅 FDI 方面咧，喺中美貿易戰之前，美國嘅 FDI 其實係一直下跌嘅。相反咧，中國嘅 FDI 當時係一直上升，但係喺呢個貿易戰之後咧，同埋 Covid 期間咧，無論係美國、中國、歐洲定係亞洲 FDI 咧都顯著下跌。去到俄烏戰爭之後咧，亞洲、歐洲、美國嘅 FDI 咧就直線上升，而中國咧係繼續下跌。以環球嘅 FDI 流量嚟睇，美國同埋發展中嘅歐洲國家咧吸引咗大部分嘅 FDI，而 FDI 咧總括嚟講係流出亞洲區。我哋亦都可以睇一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美資嘅 FDI 咧，主要流入咗去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同埋印度，而菲律賓、中廣嘅美資 FDI 咧流出就最多啦。大家都可以睇到全球嘅 FDI 投資咧，依家係以一個地緣政治嘅形勢去劃分。呢個情況咧由09年金融海嘯之後咧更加明顯，而喺 Covid 之後情況咧就更加嚴重啦。咁邊一啲嘅國家更容易受到呢個 FDI 流量嘅影響呢？喺 IMF 呢份報告裏面咧就指出，新興市場同埋發展中經濟體咧，往往會更容易受到呢個 FDI 流出嘅影響。而喺呢個全球化嘅經濟風險評分裏面咧，歐洲整個地區嘅風險明顯比亞洲、非洲、中東、美洲等地區咧係為低嘅。咁作為投資者，我哋應該點樣去應對呢個脫歐同埋去全球化呢？喺過去30年咧，全球化嘅期間，生產資源啦、人力成本咧都被壓低咗。同時咧，我哋亦都經歷咗一段史上裡面最唔尋常嘅極低利率嘅環境，令到全世界咧享受咗幾十年極低通脹嘅時期。所以過去30年啊，呢3種嘅因素咧，造就咗好多公司喺呢段期間裡面享受咗一個高嘅盈利期。咁我之前喺呢啲影片裏面咧有講過呢個低利率啦，同埋量化寬鬆嘅影響嘅，有興趣可以睇一睇。咁 S&P 500嘅公司平均 earnings 即係佢盈利咧，喺1990年至到2000年期間翻咗1.5倍，30年裏面咧翻咗8倍。所以如果呢個去全球化真係實行嘅話，佢最大嘅代價咧就係高通脹啦。高通脹亦都會結束呢個低利率嘅環境，所以咧經濟學家就指出，企業咧呢個長達30年嘅高盈利增長期咧，可能已經接近尾聲。企業嘅盈利咧直接會影響呢個股票估值，直接影響股價。呢度我亦都做咗一個豬豬變成專業者嘅投資課程，教大家點樣用呢個
個公司嘅財務數據去做估值模型。如果想學嘅話咧，可以 click 下面連結睇睇啦。咁踏入呢個 globalization 啊，我哋以前所講嘅全球化嘅優勢，即係譬如增加競爭力啊，獲取更廉價嘅進口貨啊，或者係提高生產力啊、技術創新等等呢啲嘅因素咧，都會漸漸受到打擊嘅。更多嘅 onshore 咧，即係代表全球嘅低通脹時代咧，可能要結束。同時咧，由於疫情嘅開始啦，喺量化寬鬆之下咧，全球好多嘅國家嘅通脹咧，喺上年咧都創出幾十年嘅高位。投資者咧，如果要就呢個去全球化嘅問題上面咧，做一個投資決策嘅話咧，我會建議可以適當咧加入一啲傳統抗通脹嘅資產，即係包括房地產、商品啊、貴金屬同埋能源類等等啦。今日咧，我揾咗 Saxo 贊助呢段影片啦。Saxo 平台可以做到呢個國際嘅現貨黃金同埋銀嘅交易，即係 Spot Gold 同埋 Spot Silver 啦。但係咧，大家要留意啦，依家黃金嘅價格咧都係偏高，可以留意咧回調嘅時候價錢較好嗰陣時咧先至入市啦。Saxo 咧亦都係一個得獎嘅外匯交易平台，佢哋提供嘅外匯交易投資咧多達189種，而坊間咧大部分嘅證券行咧可能淨係得40幾種嘅啫。當然包括主要嘅貨幣，相比起其他銀行 ，Saxo 嘅外匯價格極具競爭力，兼且咧買賣外匯嘅 spread 咧係非常之低，低至0.4個點子嘅啫。譬如買賣 Euro Dollar 啦，相比起傳統銀行嘅收費咧，平多咗50倍，可以慳翻唔少嘅投資成本。而如果你係活躍嘅 trader 嘅話咧，你嘅交易差價就會更加之窄啦。提一提大家，呢段影片咧就唔係一個投資建議，投資有風險，入市之前咧記得要自己做好功課啦。咁老實講，成個全球化咧就唔會一日之內咧突然之間咁樣發生嘅。我自己亦都唔會認為咧成個世界會有一日真係變成一個完全脫歐嘅狀態，即係一個 deglobalization。更加有可能比較接近嘅 term 咧，其實係 globalization，即係一個全球化減緩啦，或者縮細啦。咁喺一個咁漫長嘅 globalization 裏面咧，投資者其實要去應對成個轉變咧，都要係細心再睇一睇自己嘅組合上面，你嘅 cover 緊嘅產業係啲乜嘢咧？對我嚟講咧，比較有優勢嘅產業當然係唔少得係 AI 啦、人工智能啦。咁除咗 AI 之外，一啲咧早就應用咗自動化嘅產業咧，呢啲咁嘅公司亦都會受惠於呢個長期嘅所謂嘅回流嘅過程。當中係包括資訊科技行業啦、汽車製造、零售同埋醫療，呢5大咧嘅產業被稱為咧5大最成熟嘅自動化嘅產業嚟㗎啦。另外一個產業咧就係 renewable energy 啦，即係可再生能源啦。咁大家都見到俄烏戰爭開戰之後啊，咁呢個能源安全嘅問題咧，亦都係最多人去 debate 嘅問題，都係一個即係全球化影響到呢個能源嘅安全問題，亦都能影響到一個地緣政治啊，或者係國家安全嘅問題。咁所以咧，好多嘅國家，尤其是歐洲，依家係好積極咁樣咧，去發展佢哋嘅再生能源。咁當然啦，某一啲國家可能喺個 globalization 期間咧會蝕底啲嘅，譬如德國啊，因為佢咧依賴俄羅斯嘅能源，而佢又對中國嘅出口係佔好大嘅比重，亦都需要西方嘅國防保護傘。德國對中國嘅出口佔佢哋嘅 GDP 咧係講緊成3%。呢啲咁嘅地緣政治惡化咧，亦都會影響咗成個德國嘅經濟。德國咧對中國嘅出口依賴度好高嘅，但係咧自從第2同埋第3階段嘅 globalization 開始咧，德國對中國嘅出口量已經大幅下跌咗35%。正如我頭先講啦，似乎我哋就唔會徹底咁樣進入呢個全球脫歐嘅狀態。至少喺我睇到咁多個報告上面咧，比較大嘅可能性係 FDI 嘅碎片化啦。咁而對於一啲 geopolitical 咧比較友好啊，即係一啲 friendshoring 嘅activity 其實仍然係有好大嘅貿易量嘅，所以我唔會覺得話咁容易成個世界就會脫歐。但係無可否認咧 globalization 咧對經濟嘅影響咧仍然係非常之巨大。IMF 就指出全球嘅 GDP 咧會倒退2至5% 嘅可能性。而更長遠嚟講咧 AI 係可以減低呢個脫歐嘅經濟成本，變相係鼓勵咧某一啲唔 friend 嘅國家咧去做一個脫歐。咁你又覺得我哋呢個世界會唔會走向呢個去全球化咧？如果真係發生嘅話，邊一個產業咧會最受影響咧？第一，晶片業；第二，醫療業；第三，科技業；第四就係你唔覺得咧世界會走向呢個去全球化？如果你哋有興趣開Saxo嘅戶口咧，其實成個開戶嘅程序非常簡單，網上開戶咧淨係需要5分鐘嘅啫。
記得要熄咗個 VPN 啊！而如果成功批核咗嘅香港戶咧，淨係需要入金10000蚊或者國際戶$2000咧，就可以得到呢一個豬豬成為超級投資者必學嘅7大課，價值咧$125嘅課程優惠碼啦。我哋嘅豬豬8大課裏面咧，詳細教咗你做呢個估值模型啦，分析公司各種嘅財務比率啦，同埋年報啦，等你喺投資之前咧有更紮實嘅投資基礎，仲會教埋你點樣做呢個被動式嘅投資，揾收息嘅工具。詳情咧可以留意下面嘅資訊欄啦。當然啦，有啲人覺得自己未準備好投資，或者咧仍然覺得個市波動好大喎，希望睇定啲再投資嘅話咧，如果你哋喺 Saxo 嘅投資戶口有多餘嘅資金放喺度，未有用嚟投資嘅話，單放喺戶口都可以賺取高達4.27% 年利率嘅現金存款利息。一個 Saxo 嘅現金存款利息優惠咧，係冇設定呢個鎖定期啦，支援多種嘅貨幣，亦都冇一個存款上限，而且咧斷日計息，每個月咧利息直接存入你嘅戶口。有興趣咧可以睇下面咧嘅開戶連結啦。好，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訂閱嘅時候記得 click 翻個 long 啦，click 翻個 long 先會提你有新片㗎。下次再見，拜拜。